好，曼城在昨天传出瓜迪奥拉可能今年夏天真的会离开以后啊，现在树倒猢狲散。中场统帅罗德里在接受西媒采访，谈到了自己的各种问题。最关键，他说呀，不排除未来加盟皇马，因为我无法拒绝世界最佳俱乐部。在几个月前，老 K 也分析，罗德里去不去皇马，最关键的问题是伤病恢复情况如何。而上半赛季看下来，似乎身体没有大碍，尽管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但罗德里毕竟已经29岁，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就他自己来说，如果想去皇马，那必须主动发出信号，因为皇马比较傲娇嘛。皇马早就已经通过媒体暗示过对罗德里的兴趣，而此事若要想成，球员方面必须给出明确的信号，这也能够迫使曼城降低转会费。罗德里现在已经重返西班牙国家队，而且担任队长，还是球队核心。他毕竟是第2位获得金球奖的西班牙球员。今天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我的合同还剩1年，到了某个时候，我们需要坐下来谈一谈。尽管我曾效力于马德里竞技，但没有排除未来加盟皇马的可能性，因为你无法拒绝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过去在金球奖，我曾经和维尼修斯竞争，外界试图制造我们之间的对立，但我对维尼修斯十分钦佩。那么好吧，最后的一句话很重要，因为老佛爷是肯定不会放走维尼的，要去皇马就必须向巴西人示好。虽然当年拿金球奖，罗德里被皇马系的媒体喉舌集体围攻，老佛爷还带头质疑过罗德里获得金球奖的含金量，但世界上的事情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都知道，皇马确实缺乏罗德里这样的中场统帅，而现在罗德里这一番话本身已经非常关键。而且他还说，我热爱英超，这里的竞争非常精彩，但重返西甲才是我想要的。所以罗德里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有4点：第一，必须考虑他的合同只剩1年的情况；第二，希望在职业生涯某个阶段重返西班牙；第三，对加盟皇马持开放态度；第四，他和维尼修斯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过去的经验表明，皇马非常的喜欢球员在公开或者私下对自己的老东家明确表达希望加盟皇马的意愿。皇马希望感受到这种曝光度，因为这对吸星大法来说，也就是零转会费挖人来说至关重要。皇马非常欣赏罗德里现在这种马德里主义的情感流露，而过去老佛爷弗洛伦蒂诺确实很欣赏罗德里，认可他作为顶级球员的风格。同时老佛爷现在内忧外患，他很希望看到顶级的西班牙球员更多的西班牙球星为皇马效力，这对皇马来说，对球迷来说有着特殊的热情。而对这件事情，曼城的跟队记者也说，罗德里向皇马示好，似乎是有意为之放出的暗示。过去每到国际比赛日，向来就是球员们透露自己未来动向的好时机。罗德里向皇马表白这种事情十分罕见，而这件事的起因之一，也是瓜迪奥拉明年很可能就不在曼城了。朋友们，昨天儿子来到欧洲第2场比赛，对荷兰本地的一家俱乐部 NAC Breda， 这支球队水平也很高，甚至比第1场的费耶诺德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最终的比分也是1-1，儿子也是在上半场18分钟开始上场。这2场比赛的完整录像，老 K 在回到加拿大以后也会在会员频道放出。会员频道更多是一些老粉丝为了支持老 K， 纯粹是种支持。昨天的比赛，我们的小球员表现很棒，儿子也体现了自己的特点。这次来欧洲，天气也好，各方面心情都很愉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欢迎您订阅咱们频道。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最近德国的名宿萨默尔也建议瓜迪奥拉要休息一下，他原话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他成功又一次赢得了英国联赛杯，我们曾经有3年的精彩合作，但现在看着瓜迪奥拉的表情，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些不对，我会建议他先停下来喘口气。那么确实也是这样，自从离婚以后，我们总感觉瓜迪奥拉身上少了一块什么。好，这一次瓜瓜的离开，曼城可能会在夏天选帅，那么前曼联主教练阿莫林还是曼城的目标之一，这主要就因为阿莫林和现在曼城的体育总监雨果维亚纳过去在葡萄牙体育共事过，因此维亚纳肯定希望这一次主帅的任命能有自己的嫡系、自己的葡萄牙同胞加盟，那么这就是政治，也会对他未来坐稳曼城体育总监的位置会更加的巩固。政治就是支持自己的人越多越好，反对自己的人越少越好。对了，关于曼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本赛季在尼科冈萨雷斯首发的时候，曼城25场比赛赢了20场，只输了3场。但尼科没有首发的场次，打了21场比赛，曼城只赢了10场，却输了5场。
老 K 个人觉得呀，尼克在场的时候，再加上比席尔瓦的搭档，曼城的战术其实更稳，进攻也不会靠他去发动。而罗德里在的时候，单后腰扛不住对方的冲击，瓜迪奥拉又往往喜欢搞些新东西玩花活。所以真的11月和12月是曼城本赛季踢得最好的一个时期，3-0完胜利物浦那场，曼城球迷最爽了。而罗德里回来之后，尼克现在连上场机会都没有了，确实有些不公平，安排欠妥。OK， 而曼城方面呢，由于毕席尔瓦要离开，罗德里现在也可能会离开。现在的转会市场上，森林队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应该是今年夏天转会市场最炙手可热的中场球员。老 K 就非常看好他，他是一个理想的8号位，而且还是英格兰本土培养的。同时，安德森还能打6号位或者更靠前的位置。不过，曼城如果引进安德森，不会将他视作比席尔瓦的替代者，引进他更多可能跟科瓦切奇、尼科冈萨雷斯甚至罗德里有关。而对安德森的争夺，更多还是来自于曼联和阿森纳的竞争。同时，球员本人希望得到在曼城未来的保证，也就是来了之后，安德森希望能打主力。而曼城、曼联现在都需要确认下一任的主教练人选。还有，曼城、曼联和维拉队最近都询问了巴萨的边后卫巴尔德的情况，但球员不打算离开巴萨，他跟巴萨的合同会到28年6月30日为止。巴尔德才只有22岁，尽管本赛季在巴塞罗那情况有些复杂，状态有所下降，但毕竟是年轻人。巴尔德跟第一球星亚马尔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他的经纪人是门德斯，门德斯又是拉波尔塔现在非常信任的代理人，所以老 K 估计他起码会等到24岁左右，巴塞罗那和他自己才会考虑他是否适合一直待在这里。另外，最近关于皇马姆巴佩膝盖的罗生门，在法国队对阵巴西前夕新闻发布会上，姆巴佩澄清了膝盖伤势的传闻。他说，有消息称皇马他们检查错了受伤的膝盖，这一说法不实，我或许要承担间接责任。当你不对外沟通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钻空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这句话，最早爆料此事的记者马上表示坚持自己原来的说法，直言自己的消息1000%的确认是无误的。记者说白了，姆巴佩这次撒谎了。我觉得这就是他和皇马商量好的做法，他不想让皇马的利益受损，因为这件事儿一旦做实，皇马确实会看起来非常滑稽。但皇马的高层已经专门开过沟通会了，我最早爆出来的这条消息，后来也已经被各方证实。皇马他们现在用的就是一套否认到底的公关策略而已。那么有些消息人士指出，姆巴佩不想再继续制造争议，他想把这一页翻过去，少谈场外，把答案留在场上。但是在塞尔电台的节目中，有多名记者批评姆巴佩在自身的伤病问题上说谎，指出他将个人的利益置于俱乐部的利益之上。塞尔电台的节目中，记者说，我认为姆巴佩过于自私，他没有重视自己的伤势，一门心思只想打破那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记录。感觉自从他加盟皇马以来，这里更像是姆巴佩的俱乐部，而不是这支欧洲最成功球队的一个前锋。他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而不是皇马。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姆巴佩12月的旧伤正是在世界最佳俱乐部皇马接受治疗的，这里有非常优秀的专业医疗人员，不能让他们难堪。人们都在谈论双方的沟通不畅，但问题的根源其实在姆巴佩本人身上。塞尔电台的记者还说，很明显，姆巴佩泄露这些信息是为了将矛头指向皇家马德里，他的意图是保护自己，这和针对俱乐部是两回事儿。而另外还有媒体不依不饶联系了法国的骨科医生，医生表示对于在如此高水平上出现的失误感到很惊讶。医生说，当患者进入机器以后，我们可能会弄错方向，但是在解读膝盖的 MRI 时，通常很快就能发现分析的是错误的一侧。如果放射科医生犯了错误，而医生没有对图像进行深入分析，可能就是因此而出错。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在高水平上，这令人惊讶。这里存在沟通问题。在这种水平上，对于在经济层面如此重要的球员姆巴佩，居然没有进行双重核查和双重分析 double check， 真是不可思议。我认为大家都被错误的检查带偏了。最初我认为是一个放射科医生弄错了方向，之后没有人提出质疑，这是一连串错误的信息，没有人在链条上指出问题，这一切都源于错误的影像，这真像是一出喜剧啊。而科贝电台另有记者表示，皇马的队医不仅在去年12月在最初的诊断时将姆巴佩的左右膝盖搞错，而且前不久对阵赫塔费的比赛，罗德里戈比赛中受伤，但坚持踢完了剩下的半个小时。
最终导致右膝前十字韧带和外侧半月板撕裂，赛季报销，缺席世界杯。另外，在皇马对阵曼城的欧冠赛前，门将库尔图瓦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舒服，但还是踢了半场，最终导致他的右大腿股直肌肌肉拉伤，也将伤缺数周。所以看起来皇马的医疗团队或许真的有些业余。好吧，越来越多的球迷都在怀疑皇马真是现在管理层出了大问题。除了引援有一些决策失误，还有苦心经营希望能赚钱的新伯纳乌球场计划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场上不正视自己的球队问题，总是将压力给到裁判或者是西班牙足协。场外呢，面对自己球员的种族歧视风波也是双标的态度，甚至对持反对声音的球迷进行禁止入场。现在轮到医疗团队又捅出这么大的篓子，狂妄自大和自负的情绪弥漫着皇马整个俱乐部高层，包括球员也被传染到。好在皇马同样也有好消息，最新报道，维尼修斯在无球状态的表现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阿韦罗亚的教练组对他非常满意。过去在哈维·阿隆索执教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维尼修斯不太愿意跑动，不愿付出努力，只想着进攻。这种说法当时非常流行。而在阿隆索执教时期，当时维尼修斯的进攻表现也明显下滑，在防守上的投入常常受到质疑，这加剧了对维尼修斯不愿跑动的说法。在球队表现不佳时，维尼修斯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背锅侠。但现在技术团队掌握的体能数据推翻了这个理论，无论是跑动距离、重复的跑动、速度的峰值，还是高强度的冲刺，维尼修斯的体能表现都是其他球员难以企及的。这样的体能消耗和重复的努力，让任何对维尼修斯努力程度的质疑都显得无足轻重。比赛中和训练中，皇马使用了运动表现追踪器，这些设备记录了每个球员在每场比赛和训练中的所有表现。所以这些设备已经能够证明维尼修斯，他现在进攻的影响力倍增，而在防守的义务也达到了被要求的水平。每场比赛的体能数据都证明了维尼修斯的全力以赴。所以阿维罗亚就像当初安切洛蒂一样，再次激发了维尼修斯的潜力。小熊再次处于自己的巅峰状态，也是皇马连胜5场，而且在最近的重大比赛中往往取得成功的关键人物。25岁的维尼修斯只要保持快乐，这就是皇马最好的消息。虽然他的作用还比不上当年巴萨的梅西，但老 K 个人觉得，就这个爆点来说，世界上几个顶级俱乐部，维尼修斯对球队的带动作用是最明显的，其影响力现在超过了巴塞罗那年轻的球员亚马尔。好，轻松一下，过去曾经和美国队长 AC 米兰球员普里西奇传出绯闻的好莱坞演员悉尼妹悉尼斯维尼，最近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数张照片，为自己的内衣品牌 SYRN 的新产品做宣传。不同风格，多套造型，切换自如，性感妩媚，灵动俏皮。另外，咱们皇马老队长的妻子皮拉尔·卢比奥最近也晒出了一组在巴黎街头的时尚写真，并配文道：漫步于你的梦想之城巴黎。皮拉尔·卢比奥身为主持人和模特，他和拉莫斯在2019年结婚，两人是足坛有名的姐弟恋。拉莫斯现在成为了自由球员，大概率会选择想在欧洲继续自己的球员生涯。39岁的他前段时间还现身伯纳乌，观看了马德里德比比赛。另一方面，咱们的 C 罗在社交媒体晒出了和未婚妻乔治娜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晒出了价值约1100万英镑的奢侈品。这张两人的双手并拢放在方向盘，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乔治娜手上硕大的订婚戒指。专家估计，戒指上的宝石本身的价值就高达250万到400万英镑。而方向盘可以看出，这是 C 罗的布加迪 Centodieci， 这款跑车全球仅仅生产了10辆，当初 C 罗是豪掷了约800万英镑将其买下。另外，照片上还有 C 罗佩戴了百达翡丽5719 10G 的手表，根据报道价值也是60万英镑。而乔治娜佩戴的是百达翡丽5980 1400G 010的手表，价值约70万英镑。足球自有颜如玉，足球自有黄金屋啊。C 罗的大儿子米尼罗最近也在皇马青训营进行了训练，他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加入青年队。这次15岁的米尼罗是和皇马 U16 梯队一起进行训练，他司职前锋，目前效力于利雅得胜利的青训营。那这次去皇马呢，不是试训，是为了保持状态，要等到中东局势稳定后再返回沙特。而 C 罗本人也正好利用这段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好好养伤，在世界杯前恢复健康。好，让我们看看转会市场。
韩国多家媒体表示，格列兹曼离开马竞以后，马竞将尽全力引进李刚仁。25岁的李刚仁身高1.73米，身价达到了2500万欧元。他本赛季在大巴黎各项赛事首发15次，3个进球，4个助攻。老 K 分析像这种亚洲球员最好就是去西班牙接受西蒙尼的训练和指导，因为马竞和西蒙尼本身就缺人，再加上铁血的床单军团很可能会把你锻造为一个六边形战士。而马德里竞技的赞助商有韩国现代，之前马竞也去韩国踢比赛开拓市场，韩国球员的加盟和赞助商对开拓韩国市场很有利。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许多时候走这条路是对的。另外，咱们华人球迷作为东亚人种，老 K 认为无论如何要支持这种人种比较相近的球员或者教练。欧洲足坛这么大，5大联赛这么多队伍，就应该多有一些东亚人的加入，这对咱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都会有很大的裨益。好，另一边，巴塞罗那爆出消息，不会再引进 AC 米兰的莱奥。此前呢，这位左边锋曾经受巴萨的青睐，但由于在米兰起伏不定的表现，已经不是巴萨想要的球员。莱奥只有26岁，在老 K 直播的 AC 米兰的比赛，咱们也说了，实在是太懒，懒得出奇，懒得不可思议，甚至是懒惰界的 GOAT 历史最佳。而巴塞罗那呢，很可能会引进国际米兰的巴斯托尼，这件事情已经基本敲定，只需商定具体的交易方案。首先，国米管理层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将球员出售作为一项战略性的经济操作，出售巴斯托尼将带来巨大的增值收益。大家都知道米兰双雄现在老板都没钱，或者说都不给钱，所以国际米兰就需要能够平衡财务状况，获得充足的流动资金来应对转会市场。那么这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26岁的巴斯托尼能卖多少钱，初步估计6000万欧元左右，就怕巴塞罗那祭出砍价无敌技能我没钱。据说呢，巴塞罗那可能会用球员加现金的交易方案，而目前国米最感兴趣的球员是赫拉德马丁，身高1.86米，24岁，可巴萨呢又不想放走他。好的，这2天世界杯欧洲预选的附加赛半决赛还有友谊赛都将展开。友谊赛咱们更多的是看球员的表现，而世界杯附加赛老 K 更多的给英伦四岛的球队加油。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分享和热推，也感谢您的订阅，咱们明天再见。